百兽云集，啸聚四海，一声龙吟，掀起惊涛。它是这片大海最强大的生物，也是这个时代最执着的霸主。怪兽军团顶级战争，用最疯狂的兽血与最酣畅的厮杀，献礼真正的百兽之王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二笨，今天我们来盘点四皇百兽海贼团及30名主要干部。百兽海贼团是由凯多率领的强劲势力，干部中以动物系能力者居多。海贼团标志是一个类似汉字8的2根骨头，配上周围另外4根骨头交叉而成的骷髅，骷髅上还有总督凯多标志性的2根牛角。此外，在许多战舰上也能看到百字样式的旗帜。与其他4王团不同，百兽海贼团虽然麾下有许多巨型战舰，但至今没有出现过主舰。大概凯多每次出征都是变成龙形，驮着大家飞出去。白胡子海贼团以仁义为纽带，比格曼海贼团靠血缘维系，百兽海贼团则是崇尚暴力。凯多按照麾下干部战力水平分出了森严等级，如果想要晋升成为高级干部，除了要有足够强大的实力外，还需要一点点运气。例如想要成为飞溜包，必须是其中出现空缺，而如果想要成为大看板，则需要打败在任的大看板，实力至上，能者居之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其实也挺公平的。凯老师在线教企业管理，百兽海贼团船员结构鲜明，旗下成员的名字几乎都和扑克牌、纸牌或桌游有关。总督凯多之下设3名招牌大将，也称为大看板，这3人还各有一个外号，合称3灾。大看板之下设6名顶级杀手，合称飞溜包。由于翻译缘故，大家更喜欢叫凌空六子。六子之下，团内主要干部称为真打，另有一支由古代巨人族组成的怪物军团，称为蛮霸者。此外，还有大约500名获得人造恶魔果实的海贼，称为给付者。以上构成海贼团中的核心战力，剩下的就是没有成功获得人造恶魔果实之力，失去悲伤只会傻笑的愉悦者，和排队等待获得人造恶魔果实之力的待命者。本团约2万名战力。后来凯多吞并了大蛇麾下的武士、忍者和巡逻队，将兵力扩充至3万多名。自凯多20多年前与大蛇勾结吸取和之国后，百兽海贼团的根据地就设在了鬼之岛上。凯多甚至精心设计了基地宅邸。多年来，百兽海贼团利用和之国技艺高超的工匠以及大批反抗者组成的劳力，构建出一条荼毒世界的军火贸易线。其生产的武器通过黑暗中介人多弗朗明哥行销至各个国家，掀起无数战火。有趣的是，虽然常年盘踞在和之国中，百兽海贼团的海贼却是以牛角头盔、赤膊上身、粗皮披风为主要装束，颇有维京海盗的狂野气息。作为海贼王宝座的有力竞争者之一，百兽海贼团占据着若干个历史正文以及一块路标历史正文。凯多崇尚着暴力的世界，试图发动一场最顶级的战争。顶上战争期间，原本想要插手战局，被红发海贼团阻止。此后不断扩张麾下的能力者军团，却被2年后重新出航的草帽一伙一步步摧毁了人造恶魔果实供应链。现在，百兽海贼团与比格曼海贼团结盟，一起对付草帽海贼团、红星海贼团、光月武士和毛皮族组成的讨伐联军。鬼之岛爆发空前决战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从底层开始，自下而上，逐个盘点百兽海贼团中的战力。首先是最下层的愉悦者和待命者，由凯撒·库朗研发的人造恶魔果实 Smile， 虽然能够获得动物系能力的强化，却也存在众多副作用。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失去悲伤、愤怒等等表情，变成无论什么情况都只会傻笑的憨憨。吃下人造恶魔果实 Smile 之后，只有10%的幸运儿能够获得能力，其余的都会变成愉悦者。即便如此，还是有许多海贼期盼着吃下果实，得到更强的力量。这些团内表现优异、实力靠前的战士，每天都在等待着机会，被称为待命者。如果运气好，成功获得了 Smile 的力量，就能晋升成为给付者。这些海贼的身体都能获得一部分野兽之力，使其在对抗普通人时获得优势。但与真正的动物系果实能力相比，还有许多差距。例如不能自由切换人形、兽形、人兽形等状态，强化的部位也是随机的，甚至身上长出的动物还会和能力者作对，经常不听使唤。在尾田的恶趣味下，出现了各种奇奇怪怪的兽人。戏份比较多的给付者有12名。蝙蝠人，名字来源蝙蝠侠，蝙蝠 Smile 果实能力者，能力者长出了蝙蝠翅膀和蝙蝠耳朵，获得了稀罕的飞行能力和远超一般人类的听力。曾经用暗箭偷袭阿赫，由于动画组夸张的表现而被海迷戏称为6环蝙蝠人，实际上战力相当一般。后来在大相扑地狱中被路飞轻松击败。邓林人，羚羊 Smile 果实能力者，下半身长出了羚羊的双腿，因而获得了羚羊一般的奔跑速度，能够达到时速200公里。曾经在蝙蝠人的掩护下掳走小玉，后来也是在大相扑地狱中被路飞击败，后来被小玉喂下糯米团，并一起登陆鬼之岛。老鼠人，老鼠 Smile 果实能力者，长出了老鼠一般的大耳朵，总感觉这个造型在哪里见过。作为老鼠人，十分阴险狡诈，给浦岛出谋划策，强迫小菊嫁给浦岛。蛇人，蛇 Smile 果实能力者，腰部变成一条蛇的光头壮汉，曾经想从路飞手里抢回粮食宝船，被路飞轻易反杀。兔人，兔子 Smile 果实能力者，能力者仿佛被一只兔子包裹住，
肩膀长出兔耳朵，下巴长出兔子头，是给付者中难得长得比较可爱的。曾经和蛇人一起想从路飞手中夺回粮食宝船。沙罗蛇，蛇斯迈尔果实能力者，长相姣好的年轻妹子，脖子可以像蛇一样伸长，很像神话故事中的蛇妖。在和之国中任职教师，教给孩子们反对关越一族的虚假历史。负6包黑色玛利亚的直属部下，设下陷阱坑害3智。羊驼人，羊驼斯迈尔果实能力者，脖子以上全部长成羊驼模样的奇怪男子，讲话的时候会一直喷恶心的口水，就像羊驼一样。给付者中的表情包，兔婉监狱狱卒之一，曾经对着路飞狂喷，后来在大相扑地狱中成为暴我狼展示高阶流鹰的对象，一击秒杀，也算死得其所了。球鱼人，球鱼斯迈尔果实能力者，背部长出一只球鱼，能够将身体卷曲，变成球体一样的球鱼进行攻击，还能用球鱼的护甲作为盾牌。兔婉监狱狱卒之一，也参加了大相扑地狱，被路飞击败。鸵鸟人，鸵鸟斯迈尔果实能力者，脖子可以变成像鸵鸟一样。兔婉监狱狱卒之一，在大相扑地狱中被路飞打败，存在感很低，在漫画中只给了一个头部特写。卡门鳄女，鳄鱼斯迈尔果实能力者，下半身是一头鳄鱼，脸上贴着与宝皇类似的神秘符纸，隶属于黑色玛利亚，同时负责情报工作，与宝皇通信，将3智的惨叫声传到宅邸内各个角落。熊人，熊斯迈尔果实能力者，动画原创角色，漫画并没有提到。浑身绿色的巨大熊人，有着熊一般的怪力，人间青草地，还挺可爱的。兔婉监狱狱卒之一，在大相扑地狱中被路飞击败。螃蟹人，螃蟹斯迈尔果实能力者，双手变成蟹爪，头顶长出螃蟹眼睛的奇怪男子，由于下半身也变成了螃蟹腿，所以只会横着走。兔婉监狱狱卒之一，同时负责保管海楼石手铐的钥匙，被雷藏发现其行动弱点，轻松击败。残。除了以上12个人外，在金色神月的宴会厅中还出现了许多其他动物的给付者，堪称百兽动物园。给付者中的佼佼者会得到晋升，成为百兽海贼团的中坚力量。真打，他们由给付者中的精英以及外部加入的海贼团干部组成，由3名大看板直接管辖，在百兽海贼团的各个地盘上担任要职，负责团内各项事务。真打一词来自日本传统单人表演艺术作品，用来形容最优秀的讲坛师。戏份比较多的真打有15人。西普斯海德，名字来源德国一种传统棋牌游戏羊头牌。绵羊斯迈尔能力者，杰克的直属部下，曾经跟随杰克一起登上佐屋寻找雷藏，后来因为德雷斯罗萨事件，杰克出海营救多弗朗明哥，西普斯海德留下继续寻找雷藏，遇见了随后上岛的3智纳梅德人，最后被草帽一伙赶走，因为担心杰克怪罪，谎称岛上没有忍者，被杰克发现后打了一顿。金拉米，名字来源自一种名为金罗美的纸牌游戏，斯迈尔果实能力者，但能力不明。穿着妖艳的女子，杰克的直属部下，同样跟随杰克登上佐屋，与西普斯海德经历相似，被草帽一伙击败后谎称没有找到忍者。霍尔德姆，名字来源自德州扑克，狮子斯迈尔能力者，肚子是一头拥有自我意识的狮子，名为聂二郎，喜欢和他作对。杰克的直属部下，使用机关刀作为武器，能够像鞭子一样挥动，点燃周围物体，被路飞称为霍尔肥猪。在和之国负责管理博罗镇，因为看中小玉的恶魔果实能力，派遣部下将其抓走，并用钳子夹伤他的脸颊，被路飞一记火拳枪打爆。之后在警卫们的挑拨下，误以为头山盗贼团偷走了仓库中的食物和武器，下令纵火烧毁阿修罗童子的根据地，迫使阿修罗童子等人下山。决战前夕，率队烧毁了简陋镇，并带走了阿赫。斯皮德，名字来源自 Speed， 一种考验敏捷度的扑克牌游戏。马斯迈尔能力者，上半身是人，下半身是马，所以拥有极高的奔跑速度，同时视力范围扩展到350度，使用关键射击极具优势。杰克的直属部下，在和之国负责管理9里的桃园农场，护卫运送粮食的粮食宝船，后来被小玉用能力驯服，称呼小玉为主人。路飞则称呼她为马美。决战开始后，用自己的海贼船护送小玉到达鬼之岛，并帮助她用糯米团驯服其他给付者。巴巴努基，名字来源自日本扑克游戏抽鬼牌。大象斯迈尔能力者，奎因的直属部下，兔婉监狱看守长，负责镇压和管理整座囚徒采石场，并向奎因汇报监狱情况，能够通过橡皮发射瘟疫弹。后来被预知了未来的路飞绑住橡皮而自爆，随后小玉用糯米团子将其驯服，还配合草帽一伙向鬼之岛上的奎因提供假情报。戴夫高，名字来源自日本卡牌游戏大富翁。蝎子斯迈尔能力者，奎因的直属部下，兔婉监狱副看守长，配有一支装有瘟疫弹的手枪，曾经当众欺压暴虎狼，后来又用瘟疫弹造成犯人们大批感染，以此来对付路飞等人，最终被觉醒的武士们联手击败。小玉用糯米团子将其驯服，跟随小玉登上鬼之岛，一起用糯米团驯服其他给付者。索利提亚，名字来源自英语游戏中的接龙。猿猴斯迈尔能力者，奎因的直属部下，兔婉监狱副看守长，拥有6只手，背后也有猴子尾巴，使用刀作为武器。
有点像鱼人族的小八，同样在监狱骚乱中被武士们击败。多朋名字来源自日本麻将术语碰牌。河马史迈尔能力者奎因的直属部下，突然监狱副看守长，整个身子都在一只粉色河马嘴里，甚至连本人长相都与河马十分相似，使用2把刀作为武器。曾经因为路飞和基德将食物吃光而大发雷霆，准备教训两人，没想到被轻松反杀。宝皇名字来源山东纸牌游戏宝皇，无属史迈尔果实能力者，脸上总是贴着一张神秘的单眼福字，头上长着2只角，穿着和服的小萝莉，总是带着一把印有风字样的团扇。进的直属部下似乎是百兽海贼团侦察部队目视者的队长，掌控着这批特殊的机关兽，利用他们共享的视野监控整座鬼之岛，能够清楚地统计出岛内各方战力的数量。因其能力特殊，同时兼任凯多的秘书，负责安排凯多的日常行程。当凯多最新战斗时，转而向镜汇报战况。巴兹尔·霍金斯，最恶劣世代之一，外号魔术师，超人系稻草果实能力者，霍金斯海贼团船长，悬赏金3亿2000万贝里。原本与基德、阿普组成了以4王红发香克斯为目标的海贼同盟，却意外遭遇凯多，为求生存加入百兽海贼团。最先发现路飞和索隆的行踪，预测路飞来和之国1个月后的生存概率为19%。后来与特拉法尔加罗多次交手，并以船员威胁罗就范。霍金斯也参加了鬼之岛的金色神月宴会，还在德雷克面前阴阳怪气地算了一卦，说某个男人活到明天的概率只有1%。其实已经知道了奎因准备动手除奸。布里斯格拉名字来源意大利卡牌游戏，猩猩史迈尔果实能力者，拳头可以变成大猩猩，由猩猩的蛮力发动攻击，又像是手里长了只金刚，身上有着 Brace 字样的纹身。在宅邸地下1楼拦截路飞和山治，被赶到了圣平一拳击倒，随后吃下糯米团子，加入了小玉的军团。福特里克斯名字来源卡牌游戏 Fortress， 攻击史迈尔果实能力者最奇怪的给付者之一，能力者身后长出了一只完整的公鸡，本人却在鸡屁股的位置，鸡尾巴的羽毛变成了头发，难道是想把人笑死？在宅邸地下1楼拦截路飞，结果被山治一脚秒杀，随后吃下糯米团子，加入了小玉的军团。哈姆莱特名字来源桌面游戏哈姆莱特，长颈鹿史迈尔果实能力者，同样也是给付者中的奇葩，能力者身后长出了一头完整的长颈鹿，本人被挂在长颈鹿脖子，处于悬空状态，与福特里克斯一起拦截路飞，被圣平一拳打飞，随后吃下糯米团子，加入小玉的军团。扑克响尾蛇史迈尔果实能力者，双腿变成了蛇的身体，一直延伸到双肩，在鬼之岛宅邸4楼埋伏路飞，试图通过打败他晋升成为飞溜包，结果因为路飞超了近道而落空，随后吃下糯米团子，加入了小玉的军团。米泽卡名字来源波兰的桌面游戏，猩猩史迈尔果实能力者，美女身上长出了一头猩猩，名为猩猩四郎，总感觉又是在玩金刚的梗。和扑克一起埋伏路飞，同样扑了个空，随后吃下糯米团子，加入了小玉的军团。除了以上正式登场的真打以外，团内真打级别的战力还有2个特殊的存在。首先是斯科奇，外号铁男孩，浑身都有机器零件的改造人，右手是一柄火力惊人的机枪。早期登场的百兽海贼团干部，镇守新世界凯多麾下某座机关岛。顶上战争后，德雷克率先登陆这座岛屿，双方爆发激战。德雷克似乎是以此为契机，加入百兽海贼团。后来在扉页连载故事《卡里布的新世界狂笑曲》中再次登场。这一次，斯科奇被卡里布的沼泽能力制服，但德雷克随后出现，将卡里布击败并带往和之国。真打级别另一个特殊存在是斯库拉奇曼阿普，最恶劣世代之一，外号海明，悬赏金3亿5000万贝里，On Air 海贼团船长，超人系果实能力者，能够使用音乐节奏发动攻击，对手只要听到声音就会遭到冲击，是一名长手族战士。2年后已经是百兽海贼团的情报师，负责凯多与其他干部之间的通信联系。后来又以超新星身份加入基德、霍金斯的联盟，实际上是凯多的卧底，随后背叛同盟，导致基德海贼团、霍金斯海贼团被击溃。阿普因其特殊的音乐操控能力，还指挥着一批特殊的战士蛮霸者。这群怪物有着远超一般巨人的庞大身形，长相如同恶鬼，手持巨大铁棒作为武器，似乎思维比较简单。在阿普的指挥下，负责百兽海贼团海外镇压行动，经常四处破坏城镇。真实身份为古代巨人族实验的失败品，疑似与奥兹一族有所关联。由凯多从庞克哈萨德购买，早在20年前就加入了百兽海贼团。酒品不好，却喜欢参加宴会。喝醉后被草帽一伙和盟友们逐个击破。蛮霸者大都是以日语数字的发音命名，共有10人，目前已出现过5个。四鬼身上有着4日样的纹身，一头凌乱长发的凶狠巨人。当年在追杀关月武士时，曾经抓住过猫腹蛇和犬男，被弗兰奇的光束炮一击秒杀。五鬼长得长长的脖子，似乎也是蛮霸者里最高的，被索隆斩断武器，随后被4档路飞的圆丸枪打倒。七鬼头长得有点像薄铅弹，尖锐牙齿如同恶鬼，与杰克一起阻击绑比族军团，被变身后的月光狮子击溃。
巴查，身上有着8字样的纹身，戴着一副墨镜，身穿一身皮衣，也是目前衣服穿的最多、穿的最像人的蛮霸者。在鬼之岛大战中，听从阿普的指令将4鬼举起来，后来被弗兰奇将军吸引，以为是玩具，开始追着他跑，最后被大蛇凌空一击打垮。食鬼身上有着10日样的纹身，头上有一对黑色弯角，像狼一样的外貌特征，手更接近兽爪，看起来最像动物的蛮霸者。在宴会厅内的乱战中，被叛变的德雷克一击秒杀。看完了真打和蛮霸者，接下来就是百兽海贼团核心干部飞六包，名字取自日本歌舞伎，指向舞台的6个方位大幅挥动肢体，以此推展的高难度歌舞伎表演动作。这6个人在团内的地位仅次于三灾，是真打中的佼佼者，也可以理解为最强的6名真打。全员皆为稀有的动物系古代种恶魔果实能力者，其中不乏野心之辈，试图取代大看板的位置，对自己的实力有足够的自信。福之福，名字来源纸牌游戏虎死虎，动物系猫猫果实古代种剑齿虎形态，兽形态下能够变身成为一只巨大的剑齿虎，有着锋利的獠牙，人形态下总是戴着一副面具，胸口有十分特殊的刺青，因为其独特的神秘感和厚嘴唇，也曾被猜测为阿金，原为某海贼团团长，手下干部也加入了百兽海贼团，外表看起来都与猫科动物有关，率领着各类猫科动物死曼能力者，镇守鬼之岛宅邸4楼的猫咪咖啡厅，飞六包之中的野心家，一直想要取代大看板的位置。决战开始后，先是与奎因一起围攻叛徒德雷克，随后在宅邸4楼阻截路飞和圣平。曾经在圣平还是玩下七武海的时候见过他，目前来看是飞六包中实力最强的一名。题目名字来源大富翁游戏44A，动物系龙龙果实古代种三角龙形态，兽形态下能够变身成为一头强壮的三角龙，使用头上的尖角攻击对手，同时巨大的颈盾和坚固的皮肤能够抵御大量攻击。人形态下总是戴着一顶白色军帽，一口类似卡二的尖锐牙齿。使用一把纹路特殊的佩刀作为武器，统帅着一支由鳞甲类生物史迈尔能力者组成的机甲部队。原为某海贼团船长，宴会当天见到凯多时，提出想要和他对饮，其他人没有意思，似乎与款死郎有交情。决战开始后，率领机甲部队截杀桃之助，被大和阻挠，随后与弗兰奇开始交战。黑色玛利亚，名字来源英国纸牌游戏 Black Maria， 动物系蜘蛛果实古代种格式玫瑰古狼蛛形态，人兽形态下，身体腰部之下能够变身成为巨型狼蛛，有着蜘蛛一样强劲的步足，还能吐出粘稠蛛丝，限制对手行动。人形态下总是拿着一柄烟斗，有着巨人族一样庞大的身躯，打扮像艺妓的大美女，管理着鬼之岛宅邸的游廓。手下干部大部分为女性，擅长诱骗和调教男人成为自己的宠物。认真战斗起来会褪去上衣，拿出一柄带着火焰的轮入道长杖作为武器。金色神月开始后，并没有和其他飞六包一样去寻找大和，而是留在凯多身边服侍，两人似乎有特殊的关系。看到桃之助被打成猪头后，流露出怜惜之意。决战开始后，设下陷阱抓住山治，逼他将罗宾召唤过来，结果求锤得锤，被罗宾一掌打翻。随后开始与罗宾和布鲁克交战，背后纹身女难，意为命犯桃花。佩吉万，名字来源卡牌游戏 Page One， 动物系龙龙果实古代种脊背龙形态能力者，兽形态下能够变身成为一头凶猛的脊背龙，拥有强劲的尾巴和惊人的咬合力。人形态下总是戴着一顶白绿相间的帽子，并配有口罩，像一个腼腆的男孩。实际年龄20岁，是飞六包中年纪最小、身材最矮的成员，经常需要回应地控姐姐的各种无理请求。最初在花之都四处搜捕山治，成为隐形黑战斗服的第一个对手。鬼之岛宴会当天，与其他飞六包一起接受凯多的命令，寻找大和。随后在宅邸中遭遇路飞，被路飞重拳击倒。决战开始后，与娜美乌索普交战。论题名字来源匈牙利卡牌游戏，动物系龙龙果实古代种肿头龙形态，兽形态下能够变身成为一头胖乎乎的肿头龙，擅长使用坚硬的头部后甲撞击对手。人形态下留着一头条状长发，戴着粉色蕾丝口罩，十分可爱的萌妹，被不解风情的路飞称为头锤妹。佩吉万的姐姐十分爱护自己的弟弟，看到佩吉万被攻击会瞬间暴走，也会经常缠着佩吉万撒娇，说话风格相当直爽，甚至在凯多面前也十分刻薄，但凯多并不在意。鬼之岛宴会当天率先与路飞交战，两个无理之徒混战开来，被大和打断。决战开始后与娜美乌索普交战，用头锤重创两人，逼迫娜美说路飞当不上海贼王，结果被赶到了小玉和博千代一口咬住。X 德雷克，最恶劣世代之一，德雷克海贼团船长，原悬赏金2亿2200万贝里，动物系古代种龙龙果实异特龙形态能力者，兽形态下能够变身成为一头强健的异特龙，使用锋利的牙齿咬碎对手。人形态下穿着一身皮衣，脸上戴着面罩，下巴处有标志性的 X 印记。父亲是迪埃斯·巴特鲁斯，曾经打算与多弗朗明哥交易手术果实。鲁贝克岛事件结束后，德雷克被贺中将带回海军本部，一路成长为海军少将，后来离开海军成为海贼，很快成为超新星。顶上战争后率先进入新世界，一上来就去凯多地盘挑衅，
实际上是为了加入百兽海贼团。他的真实身份是海军卧底，海军本部特殊机密部队 SWORD 的队长。金色神月当天，卧底身份被揭穿，孤注一掷加入路飞阵营，随后与暴五郎等人一起保卫制作冰鬼解药的乔巴。看完了飞六包，终于触及了百兽海贼团核心战力圈大看板。看板一词来自歌舞伎剧场，通常会在入口上方放置一块招牌，用于介绍当天的表演，所以相当于这场戏的牌面。作为百兽海贼团最高干部，这3个人因为破坏力强大而被冠以灾害的称号，只听从凯多的命令，面对4皇海军大将也毫不退却。在海贼团内分管着不同战队，撑起了全团牌面。这3个人分别是杰克，名字来源卡牌中的 Jack， 外号旱灾，动物系象果实古代种猛犸象形态，悬赏金10亿贝里，总是带着一个金属下颚的凶悍男子，实际上却是3大看板中年纪最小的一个，目前28岁。杰克是安代石斑鱼鱼人，可以用皮肤呼吸，所以即便是掉入海中，也只是不能动弹而已。他是目前鱼人族赏金最高的角色，也是范德戴肯9世之后第2个登场的鱼人族能力者。有趣的是，他还是漫画中登场的第1个悬赏金公布突破10位数的角色。杰克性格残暴且狂妄自大，绝不容忍手下的失败。面对海军军舰、海军大将等战力也毫不退却，把船靠过去直接开战，堪称海贼世界硬刚第一人，人送外号靠船王。杰克是毁灭佐屋的元凶，在和之国中负责管理9里地区。鬼之岛决战开始后，率领大批手下登上屋顶支援凯多，与全员月光狮子形态的毛皮族军团爆发激战，最后被双王击败。随后回到楼下，稍作恢复后继续追杀赤鞘九侠。奎因，名字来源卡牌中的 Queen， 外号一哉，动物系龙龙果实古代种万龙形态，悬赏金13亿2000万贝里。外表看起来十分滑稽的胖子，喜欢 Punk 音乐和各种死亡游戏。尾田曾经在96卷 SBS 中画出奎因瘦下来的样子，一度让人觉得是百兽海贼团的搞笑担当，真正实力却不容小觑。奎因特别擅长制作激光武器和病原体，代表作有怪病木乃伊和冰鬼。怪病木乃伊能够引起高烧和持续出血，不久之后受害者将会变得枯萎和脱水，并遭受持久的痛苦。高温会从被击中的地方逐渐扩散至全身，喷涌而出的血液会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，被称为仅靠触碰就能打败敌人的人肉兵器。冰鬼覆盖其受害者的皮肤，使他们力量暴涨，变得更加野蛮残忍。正常人只要被接触到就会传染，被冰鬼感染的人大概1小时后就会死去。奎因自己也是一名改造人，万龙形态下，嘴巴可以放出激光炮，脖子有机关能够进一步伸长，似乎与文斯莫克加治有所渊源。和之国篇表现活跃，在托管监狱组织大象扑地狱折磨路飞，后又设法将大妈捕获，带往鬼之岛，间接促成了2大4环团的结盟。金色神月开始后，先是用飞六包晋升机会作为奖励，鼓动给付者军团围攻最恶劣世代，而后又阻拦路飞等人通过屋顶破洞去支援赤鞘九侠，并进一步用冰鬼病毒扰乱会场。马尔科出现后，与镜联手大战不死鸟。镜，名字来源卡牌中的 King， 外号炎灾，动物系龙龙果实古代种无齿翼龙形态，3大看板之首，悬赏金超过10亿贝里，未公布具体数字。本人来自一个已经灭绝的稀有种族，头部背后一直燃烧着神秘火焰，变成无齿翼龙后，火焰会延烧至翅膀等其他部位。使用佩剑进行斩击时也会附着火焰，尚不明确是否为种族特性，但立志于收藏全部种族的大妈很渴望得到镜。作为百兽海贼团早期成员，镜也参与了20年前与光月玉田和赤鞘九侠的激战，在百兽海贼团内地位高卓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当凯多开始战斗时，镜会接管全团指挥权，平时可以自行决定召集飞六包进舰。因其强大的空战能力，一直统帅着飞行时髦能力者军团。与奎因不同，镜不仅冷酷无情，也更加心狠手辣。曾经以一己之力将比格曼海贼团主舰女王妈妈圣歌号踢落瀑布。在动画片头中，镜曾经以白色翅膀的形象短暂出现过，后来修正为黑色，因其一身黑色皮衣，多年来被怀疑与推进城有关。奎因更是评价他是一个喜欢拷问的变态狂。鬼之岛决战开始后，先是短暂与身穿战斗服的3只交手，而后调配兵力，主角路飞等人前往屋顶支援，随后与马尔科开始交战。看完了所有干部，终于到了百兽海贼团的最终重头戏——总督凯多，外号百兽，动物系鱼与果实幻兽种青龙形态能力者，被世人称为最强生物的强者，悬赏金46亿1110万贝里，单挑最强单属凯多。人们如是说。38年前曾是洛克斯海贼团实习生，现如今已经成长为新世界的4皇之一。首次正式登场就非常震撼，直接从空岛废墟巴龙终点站跳下来，然后团灭了3个超新星海贼团。本人曾7次战败，18次被捕，被执行死刑40次。9艘巨大监狱船因他沉入海底。这些经历虽然凸显了凯多强悍的生命力，但也成为所有4皇中战绩最差的存在，堪称黑历史。在白胡子去世后，凯多已经成为现存海贼中赏金最高的人。
致力于发动世界最顶级的战争，不断购入斯曼尔果实，扩张自己的能力者军团。3种形态下的战斗都堪称 bug 级的存在。人形态下，凯多擅长使用一根黑铁蓝牙棒，能够在攻击中缠绕霸王色霸气，使得威力成倍提高，并具有晕眩效果。著名杀招雷鸣八卦，曾经一击秒杀4档路飞。兽形态下，凯多能够变成一头青色飞龙，可以从口中喷射出炽热火焰，咆哮可以化作风莲，卷起旋风还能牵引雷电，具备强劲的范围杀伤效果。同时，巨龙坚固的龙鳞还能让凯多免疫大部分伤害。它还可以生成火焰赤云，将整座岛屿升入空中。巨龙形态下的能力丝毫不逊色于自然系能力者，而凯多的最强形态则是人兽形，身体变回人类姿态，同时保留巨龙特征，速度、力量都被大幅度增强，也能使用狼牙棒缠绕霸气进行攻击。还能从口中直接喷射出小型冲击波，是凯多终极单挑形态。20多年前，凯多与黑炭大蛇合谋，击败光月一族，从此开始了和之国的黑暗统治。顶上战争前夕，曾经想插手战局，被红发海贼团阻止。2年间，凭借多弗朗明哥和地下交易链条贩卖军火，并购入人造恶魔果实斯曼尔，充实战力。德雷斯罗萨事件后，与草帽一伙结下仇怨。和之国篇一开始，路飞就与凯多来了一场揭幕战，被凯多轻易击溃。突往监狱骚乱后，大妈被送往鬼之岛，2名四皇正式联手，并在金色神月的宴会厅内宣布新鬼之岛计划，准备将整座鬼之岛搬到花之都。而后在准备处决桃之助时，被赶到的赤鞘九侠打断，揭开决战序幕。以上就是百兽海贼团本团的主要战力构成。与白胡子不同，凯多麾下并没有庞大的义子军团，但盘踞和之国多年，也积累了一些额外战力。首先是船长继承人大和，凯多的独生女，却被凯多喊作儿子。团内干部也是称呼其为少爷，只因为他非常崇拜光月玉田，被玉田的魅力深深折服，想要成为像玉田那样的男子汉。20年前在府主之行现场见证了玉田最后的1小时，也因此十分厌恶杀害玉田的父亲。后来在酒里找到了玉田的航海日志，把它作为了自己的圣经，立志出海冒险，却从8岁起就被戴上了爆炸手铐，禁足在鬼之岛上，与艾斯不打不相识，有着短暂却深厚的友情。大和继承了凯多的魔鬼血脉，战斗中也使用一根铁棒，能够使出威力较弱的雷鸣八卦。他的叛逆让凯多头疼不已，但凯多依然在自己的新鬼之岛计划中将大和选为将军人选，继承自己的事业。鬼岛决战开始后，大和受路飞的请求，开始保护桃之助，并与蒂木率领的机甲斯曼尔军团短暂交手，随后被弗兰奇解围，继续带着桃之助躲避追杀。百兽海贼团另一个额外战力，则是将军黑炭大蛇的势力，主要由3部分组成。第一部分是由福禄寿领导的大蛇御庭番众，人数约5000人的忍者部队，麾下有大黑、锋刃等11名核心干部，使用的大都是以忍术为基础的招式，尚不明确是否有能力者。多年来追随大蛇，在和之国内为虎作伥，铲除任何反抗大蛇的势力。然而当大蛇被凯多当众处决后，他们毫不犹豫地宣誓效忠百兽海贼团，毫无半点风骨。第二部分是宽死郎率领的黑道家族宽死郎一家，人数约200多人，在暴五郎势力被击败后，成为花之都新的黑帮老大，总是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，因此也被百姓唤作瞌睡宽死郎。真实身份是赤鞘九侠之一的传次郎。为了20年后的复仇之战，以宽死郎的身份接近大蛇，成为其换情人兼保镖。第3部分是由布袋率领的巡逻队，负责和之国各乡的治安巡逻，人数约5000人。这群堕落武士甘当大蛇爪牙，多年来鱼肉百姓，与黑炭一族势力一起镇压反抗势力。在大蛇被处决后，与玉庭番众一起宣誓效忠凯多，后来被暴五郎秒杀。以上就是本期百兽海贼团盘点啦。看完之后有没有学到许多卡牌名字呢？这个由大批动物系能力者组成的海贼团，虽然没有自然系那样移山填海的煌煌神力，也没有超人系那样不可思议的物体操控，却有着令人惊叹、百折不挠的恐怖韧性。在霸气和各种体积的加持下，动物系能力者能够将自己的金刚之身变成最蛮横的战斗机器。你也许能一时得手，但我永远不会倒下。这大概就是动物系军团的生存之道吧。你对百兽海贼团有什么评价呢？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一下吧。我是周二本，下期想看哪些海贼王盘点，留言告诉我吧。